历经5年多的时间，《哪吒之魔童呐海》交出了一份超越前作、诚意满满的答卷，尤其在视效技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影片中备受喜爱的角色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大荧幕上震撼的视觉效果又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为影片进行特效制作的公司之一——贝氏传媒。早在2022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与哪吒团队有过初次的一个接触我们当时其实也是被他们对于这个故事的追求跟品质的追求所深深的打动了。所以2023年的夏天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制作。杀出烈狱，荡青龙宫。我们一共大概制作了约有13分左右全流程的一个制作，包括玉虚宫和这个荷花池的部分的自产的工作，然后涉及到土拨鼠还有这个龙宫废墟的这个部分，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吧，陪伴了这个影片这么久，然后好多同事把这个土拨鼠的这个形象都变成了自己的就内部工作聊天的一个头像，所以大家在探讨这个关于项目制作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感觉就像土拨鼠开会一样，非常有趣。来，领教一下小叶的手段。那大家都说哪吒2这个精美的视效背后是138家特效公司的合力托举制作出来的这么一幅万灵甲。贝氏团队作为这个万灵甲当中的其中一片龙鳞，看到影片获得这么大的成功，现在是什么心情？我们确实感觉也挺感动，很多网友评价说是托举出来的，我们也感觉这个词用得很贴切、很准确，因为每一家参与的公司、每一个团队都是在用他们的专业跟热情为这部影片来添砖加瓦。能降妖来，化作尸，还是烧你们来了。那除了精美的视觉特效呢，影片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收获到了观众的喜爱。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圆滚滚、毛茸茸、长着龅牙、站着打架的土拨鼠们了。那这一部分的剧情其实也是由咱们贝氏团队进行制作的，对吧？对，那一场我们总体负责了土拨鼠的动画表演。原先我们的计划是看一下能不能去做一个动画循环，然后再应用于那个每一个镜头里面去完成土拨鼠的表演。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饺子导演希望就是每个土拨鼠自己的表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我们就各自给土拨鼠去做了很多的表演，而且这个过程中饺子导演跟他们的团队也发过来很多的参考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的艺术家根据这些参考，又在我们公司自己的那个动捕房里面，然后去做了每一个土拨鼠的表演。这次的这个海底龙宫的制作也是咱们视效上的一大难点，因为在这一步我们哪吒不仅要下海，还要闹海，这背后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负责了海底废墟那一块，还有那个海底炼狱的那一块，包括那个大鼎下来的时候，其实饺子导演那边要求的细节蛮高的。我们为了达到他所要求的细节，我们内部的团队呢也是不停的去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版本的迭代，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某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也会达到80多版、90多版的样子。但是其实制作人员在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蛮亢奋的，因为在不停的去突破一些我们所谓的技术难点。作为一名特效师，哪吒2的成功，我们当然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参与到了这样的比较大的项目里面，然后也见证了它的成功。哪吒2的成功呢，也让大家开始关注，特效师或者影视后期或者影视动画这个行业，因为它的成功也可能会更多的去吸引或者留住人才，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发展。从追赶好莱坞到脚踩风火轮的哪吒，中国特效人在登顶的道路上越走越自信。电影中怒吼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荧幕外138家动画公司也合力开辟出了属于中国动画的崭新未来。
正如哪吒无畏前行，相信中国动画也将在创新中不断突破自我，创造出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